病发了，快来人啊！都别动，都别动，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最近医院也要半小时，谁能急救？会不会有事啊？他脸色都紫了。你开快点，闯红灯，所有责任我担着。吵死了，让让！你干什么？别添乱！救人。你是医生吗？你证件呢？这小伙子看着不像医生啊！不行，我得录像。你要是乱来，这就是证据。不是心梗，急火攻心，气毙了。刚才跟人吵架了吧？对，刚才打电话跟儿子吵。那就对了，你本来就有冠心病，一生气血就往头上冲，把心脉堵了。你别听他瞎说，冠心病能这么儿戏吗？你真要扎，我报警了啊！你这是非法行医。你有高血压吧？再吼2声，下一个躺下的就是你。你怎么知道？大家都看到了啊！他乱扎，出了事儿他负责。胸口不堵了，喘上气了。真行了，小伙子真是神医啊！不算啥，师傅教的，扎了10年了。这一针深一分伤人，浅一分无效，人命关天，不能差毫厘。师傅，我记住了。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得好好谢你。不用谢，下车了。那个，你怎么知道我有高血压？你眼睛里血丝多，耳垂有褶皱，嘴唇发紫，3个信号，高血压跑不了。看一眼就能知道。中医望诊，基本功，少吃咸的，多睡觉，不然5年内准中风。师傅说找到他就有人管饭了，可这苏氏集团在哪儿啊？叔，问个路，苏氏集团在哪儿？你找苏氏干什么的？找我未婚妻。你，苏氏集团总裁的未婚夫，真的，师傅订的娃娃亲。就你，看见没？那栋最高的楼顶有苏氏2个字的，但人家总裁能见你，省省吧。这年头什么神经病都有。试试呗。师傅说人要有志气。师傅，您在山上顿顿有腊肉，我下山就啃馒头，您是不是坑我呢？哪来的乞丐？这是苏氏集团，赶紧滚远点！我不是乞丐，我来找人的。快走快走，再不走我叫人了。完了，低血糖。喂，你别吓我啊，我可没动你。苏总，有人晕倒了，叫救护车。我很忙，8点的董事会不能迟到。可是，师傅，我找到未婚妻了吗？她不会真不管饭吧？放开！师傅说要找到苏秦才能还您清白。林北，苏总，要不要叫救护车？不用，把他抬到我车上。啊！我说带他走。
苏总，这份并购合同今天必须签字，对方等了1周了。先放着，我再看一遍。苏总，这是法务审核过的，没问题。我说，先放着。天头头又烦了吧？每次开会都这样，真是。苏总，昨晚那个小子醒了，他说他会针灸，要不要让他试试？你让一个乞丐在我头上扎针？可是他昨天在大巴上真的救了一个心脏病发作的老人，我查过了，网上有视频，好多人转发了。网上视频能信？可您的头疼已经1周没睡了。够了！又来了，这次比上次更疼。苏总，我去叫他。苏总，您要不要去医院？不用，继续开会。苏总，这是您新请的保洁，我们公司现在连保洁服都不发了。谁头疼？出去，现在。一大屋子人，就一个人头疼，哪个？保安，把这个。你干什么？拿开你的脏手！别动，摸一下又不会是块肉。保安呢？保安！吵什么吵？再吵我先扎你！别动，3分钟。不疼了？怎么会这样？说了管用，你这是颈椎病引起的偏头痛，不是脑子的问题，别老吃止疼药。你怎么知道我吃止疼药？你右手中指有药渍，指甲发黄，典型的长期腹刺。看刚才那个拍桌子的动作，肩颈肌肉僵硬的人跟石头似的。真的是他！苏总，打扰了，这位是欧洲皇家医学院的汉斯教授，专程从柏林飞过来的。苏总，听说您偏头痛多年，我研究头痛疾病20年，发表过130篇论文，针灸只是安稳期。我没请你们来。苏总别误会，我是关心你。中医治标不治本，扎一针管一会儿有什么用？汉斯教授带来了最新的神经调节疗法，从根源解决问题。你右膝半月板磨损，3年前做的手术吧，但没做干净，现在晚上疼得睡不着，得靠吃安眠药才能勉强睡4个小时。你怎么知道？你右腿比左腿细了1.5公分，肌肉萎缩。你们西医管这叫费用性萎缩，中医说久病伤形。苏总，这个人底细我查过了，没学历，没执照，就是个骗子。骗子能一眼看出汉斯教授的病史。今天的会到此为止，陈总，我的人不需要你操心。你跟我来。林北是吧？有意思。说吧，你到底什么目的？别跟我说你是恰好晕倒在我公司楼下。我说了你不信啊？试试看。这是我妈。旁边是我师傅，他们订的娃娃亲。我师傅临终前让我下山找你。娃娃亲，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师傅和我妈定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师傅说答应了人家就必须做到。那你师傅有没有告诉你，我妈已经去世10年了？师傅说了，他说苏姨走之前留了话，让我照顾好他女儿。照顾我？你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穿的这样，你能照顾我什么？拿卡走人，我不欠你什么，就当感谢你帮我止了头疼。我不是来娶你的。那你来干什么？你3个月内必有大病，我会救你。你咒我！你偏头痛不是病，是中毒。你说什么？每周3下午2点左右开始疼，疼痛从太阳穴蔓延到后脑，持续4到6小时，吃止疼药也没用。
你怎么知道我周三疼？因为你每周三喝的那杯养生茶，查查吧。这是我自己配的。谁送给你的材料？这是德国进口的养生茶包，对女性特别好。对了，你右肩胛骨下有个脂肪瘤，良性，不切也行，但疼的时候来找我。你怎么知道我有脂肪瘤？那在体检报告上都说过了，望诊。你穿衣服右手比左手费力，说明右肩活动受限。你坐姿时右肩比左肩高，是在下意识避开那个位置。再加上你锁骨下方的皮肤有轻微隆起，脂肪梁跑不了。他怎么知道我周三喝养生茶？还有那个瘤，只有体检报告上有。这个人到底是谁？对了，你是不是每晚3点到5点会醒一次？那是肺经当灵的时间，你的肺功能有问题，不是因为抽烟，你根本不抽烟，是因为你办公室的空气质量太差，甲醛超标。等等，小月，把我办公室的养生茶拿去化验，加急。苏总，那是陈总送的。我说化验。小川又发作了，药呢？药呢？救命！妈，我要去找你了。谁呀？大半夜的。林北，你开门！苏总出事了！苏总哮喘发作，药找不到了，120说要40分钟才能到，等不及了。人在哪儿？在家里，帝景花园。你等等我。没时间了。别碰他，保持他现在的姿势，不能搬动。你干什么？流氓！闭嘴！想他活就别出声。快逃！肺经还没通，别动，再躺5分钟。你到底为什么要救我？你不是来报仇的吗？苏总，听说有流氓闯进您的卧室。天哪，苏总，您没事吧？这个人对您做了什么？苏总，我真的担心你的安全。这个人来历不明，没有行医资格证，万一出了事……昨晚要不是他，我已经死。可是，陈总，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我昨晚哮喘发作的？小月只打了一个电话给120，你不在紧急联系人名单上。是保安部通知我的，小区物业有监控，看到有人闯进您家。从今天起，他是我的私人医生。苏总，这不合适。陈总，这是我的公司，我的身体，我的决定，你管好你的医药公司就行。送客。苏总，您真的相信他？他昨晚救了我的命。举手之劳。月薪2万，做我的健康顾问，上班时间跟着我，下班时间你自由，条件只有一个。什么？我不干涉你街边摆摊，你在广场给人扎针的事儿我也管不着，但别打着苏氏的名号。成交。
这人谁呀？保洁，听说是苏总新请的什么健康顾问。苏总的品味真是独特。你能不能换个鞋？这鞋透气，对脚气好。城里人不是讲卫生吗？林北，苏总，这就是您的新顾问。现在的年轻人啊，连个正装都买不起，还顾问呢，土包子一个。你有胆结石？你说什么？我说你有胆结石，去年3月份做的手术吧？你怎么知道？你右肋下的皮肤有个手术帮害，虽然被衣服盖住了，但你走路时右手会下意识护着那个位置。更重要的是，你虽然瘦了，但脸色发黄，线稿有轻微黄染，说明胆囊窝还有残留结石。你胡说什么？我复查过，手术很成功。复查做的是 B 超还是 CT？B 超的话，0.3莱米以下的结石很容易漏掉。你最近是不是吃油腻的东西，就右肋下疼？疼的时候还会放射到后背。你怎么知道？找个好点的超声医生，仔细扫一下胆囊窝。我说的是真是假，一照便知。苏总，你内分泌失调，火气大，昨晚没睡好吧？今晚早点睡，别熬夜，再熬下去你这脸得长痘痘了。林北，来我办公室。你到底还有什么看不出来的？你确定要听？说。你干什么？你用的香水里有麝香？不可能，这是国际大啊！我不是说香水品牌有问题，我是说你手上这瓶被人加了料。什么意思？麝香活血通经，少量用没关系，但长期使用会导致子宫黏膜变薄，严重的话不孕。谁送你的？陈海，上个月我生日，他送了一套限量版香水。那瓶养生茶也是他送的？是。看来有人不想让你怀孕，或者不想让你有后代，好继承什么东西。陈海，你到底在想什么？苏总，你这个人吧，表面上冷冰冰的，其实挺信任身边人的。但你身边的身边人未必都值得信任，包括你。我值不值得信任，你慢慢看，反正我不走，你管饭。苏总，汉斯教授上次回去反思了，觉得自己的态度有问题，这不，特意带来一个疑难病例，想跟您这位神医切磋切磋。陈总，我说过，我的人不需要你操心。不是操心，是交流。医学无国界嘛。汉斯教授在欧洲看过上千个疑难杂症，治好了几个？这个病人汉斯教授也诊断了，但是西医手段有限，所以想看看中医有没有办法。哦，治不好才来找我，行吧？阿姨，您哪里不舒服？全身疼，骨头疼，肉疼，关节疼，跑了7、8家医院了，都查不出什么病。疼了多久了？2年多了，一开始只是手指麻，后来全身都疼，吃止疼药也没用，我都想死了。别哭，哭了对身体不好。我看看。您是不是觉得嘴里有金属味儿，还经常失眠，记性越来越差？对，你怎么知道？是不是还掉头发？掉得很厉害。都快秃了，医生说是压力大。不是压力大，是汞中毒。哼，荒谬！他血检做了5次，一切正常。汞中毒血检会有指标，你这是胡说八道。血查的是急性汞中毒，他这是慢性，毒素沉积在脂肪和神经组织里，血液里查不出来。那你怎么查？头发，汞在头发里的半衰期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比血液更准确。半小时出结果，去医院做发检，光谱分析，汞超标不会低于50倍。好，
半小时。如果查不出来，你要公开道歉，承认中医是伪科学。如果查出来了呢？那你公开道歉，承认自己学艺不精。好了好了，先查了再说。真的超标了，200多倍，这人是怎么活的？这并不代表中医有效。锰中毒是环境医学范畴，跟针灸有什么关系？汞中毒西医能不能治？能。用螯合剂。螯合剂有没有副作用？伤肝肾，对吧？治疗周期多长？至少半年。是。我用针灸配合中药，10天就能让他症状明显缓解，你信不信？不可能。阿姨，这是排毒的，1天1粒，温水送服，10天后来找我。这能吃吗？可以吃，我相信他。不疼了，真的不疼了。我2年多没这么轻松过了。这是暂时的，要根治得排完体内的毒，大概1个月，但症状会1天比1天轻。我能走了，我真的能走了。汉斯教授，您答应的事呢？我保留意见，一个病例不能说明问题。行吧。如果您有治不好的病人，欢迎来找我，我不收诊费，就当给中医做宣传了。林北，你不会一直这么走运。陈总，您放心，我这人运气一向不错。你一个土郎中非要跟我作对。陈总，我没想跟您作对，是您一直在找我麻烦。你知道我是谁吗？华城医药的邵东。我爸跟省里的领导称兄道弟，你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凭什么跟我斗？陈总，您有遗传性高血压。你说什么？您爸有高血压吧？您爷爷也有。您这血压、收缩压至少160，再乱来，下次不是脸黑，是脑出血。你少喝酒，少吃咸的，多睡觉，不然您等不到把我赶走那天，自己先躺下了。这个土包子到底什么来头？腰伤又犯了。不用你管，老毛病了。腰椎间盘突出，再拖下去腿会麻。你又知道了？你走路的时候左腿拖地，说明神经受压了。坐下的时候习惯性用右手撑桌，说明左腰疼得更厉害。弯腰捡东西会疼得吸气，我刚才看到你捡笔的时候吸了口气。治吧。早说不就完了？这是什么？好臭！祖师爷传下来的方子，活血化瘀的，您忍忍。温度刚好。趴下。我趴着，你别乱看。我给村里100多个大山大妈治过腰，我要是乱看，早被他们打死了。你快点！啊，好烫！忍一下，药效要进去才管用。他的手好烫，不对，是药烫，不对，他的手也烫。你按哪里？报告学，管妇科的。什么妇科？什么妇科？你月经不调，宫寒，每次来都疼得吃止疼药。
对吧？你还有血块，颜色偏暗，周期不准，有时候提前，有时候退后。你能不能别什么都往外说？我是医生，不说清楚怎么治啊？你这脾气，肝火更旺了。等会儿我再给你扎2针降降火。谢谢。不客气。1周3次，连续1个月，不能断，断了要重新来。知道了。等等，你背上怎么有伤？哦，昨晚给王胖子搬桌子撞的。王胖子是谁？楼下摆摊卖烧烤的，我朋友。搬桌子能撞出这么一大片淤青？桌子脚磕的，没事儿，过2天就好了。帮我查一下，昨晚林北的出租屋附近有没有监控？晚上8点到10点之间的。好的，苏总。怎么样？能醒。真的？脑干反射还在，瞳孔对光有反应，脉象虽然弱，但节律整齐，说明生命力还在。舌苔薄白，摄质淡红，没有明显瘀斑，内脏功能基本正常。3年来，10几个专家都说没希望了。那是他们不会治。这人谁啊？这么嚣张！出去，苏总，我还要记录。我说出去。一套醒脑开窍针，连续7天。但有个事儿得先说清楚。什么？你爸当年是中毒导致的昏迷。中毒？汞中毒跟那个女患者一样，但剂量大了几10倍。毒素损伤了脑神经，所以昏迷了3年。就算醒了，神经功能恢复多少看造化，可能会失忆，可能会半身不遂，也可能会智力受损。治，不管多大代价。好。他动了，他动了！别吵，让他自己反应。苏总，这位是北京来的李教授，干细胞治疗专家，国内神经修复领域的权威，我特意请他过来会诊。我没有请你来。苏总，我也是关心伯父。听说您让一个土郎中给伯父针灸，我实在不放心，万一出了事儿……陈总，我再说一次，这是我的家事。陈总，我再说一次，这是我的家事。你就是那个针灸的。你知道植物人的脑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吗？针灸能有用？你治过植物人吗？我治过30多例，醒过来几个？植物人苏醒率本来就很低，那就是一个都没醒，对吧？你一个没有行医资格证的人，有什么资格质疑我？我没质疑你，我只是问事实。30多例，一个没醒，说明你的方法不对。苏总，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说苏氏集团的总裁让一个骗子给植物人父亲扎针，您不觉得丢人吗？我父亲躺了3年。你说的那些专家、教授、权威，一个都没能让他动1根手指头。林北来了，他动了，你觉得谁丢人？这瓶液有问题。不可能，刚从药房领的，有单子。我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有毒！乌头碱，微量就能让人心律失常，严重的会心跳骤停。保安，把门关上！不是我，是别人让我干的。谁？是陈总，他让我换掉营养液，说只是让病人拉肚子，我不知道会中毒，我真的不知道。陈海，他给了我5万块，卡还在我包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么严重。报警，把他和物证一起交给警方。我不是故意的。苏总，您这是？营养液的事是你干的？什么营养液？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护士全招了，5万块，转账记录，你司机的交接监控全都有。苏总，您听我解释。如果我爸出了事，我会让你全家陪葬，听清楚了吗？从今天起，你不准再靠近这家医院半步，否则我让你华城医药明天就关门。陈海，你打算怎么办？报警，证据确凿，够他喝一壶。报警只能抓司机和护士，陈海会把所有事都推给他们。那你说怎么办？等，他会露出更大的马脚。我父亲是我的底线。他碰了我父亲，我不会等。师傅，这是您留给我唯一的东西，您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遗书。林北，刚才来了5、6个人砸你家，我拦不住，他们手里有棍子，你没事吧？没事儿。你报警了吗？不用，我知道是谁。谁啊？一个不想让我待在江北的人。师傅，您说做人要厚道，但如果别人不厚道呢？土包子，还敢来找死？真以为我不敢动你？陈总，我屋里那些东西是你让人砸的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把那个土郎中的药箱给我砸了，让他知道厉害。还有那些破书全给我撕了。一个乡下人也配跟我斗？一个乡下人也配跟我斗？你什么时候录的？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你办公室门口。你嗓门太大了，我在走廊就听到了。录音已经发给苏晴了，他已经交给警方了。把他手机抢过来，快！陈总，我让你抢！我这针扎进去半寸，能让你胳膊麻1天；扎进去1寸，能让你3天抬不起来。你们想试试？陈总，另外告诉你一件事，你办公室甲醛超标3倍，你天天头晕就是因为这个。你胡说什么？我这办公室刚装修完，用的全是环保材料。环保材料也有甲醛，只是含量低。但你这里通风不好，甲醛堆积了。你是不是每天早上来上班就头晕，下午好一点？是不是最近特别容易累，注意力不集中，眼睛干涩？再待半年，甲醛会损伤你的道血系统，轻则贫血，重则白血病。你不想你爸的医药公司最后传给别人吧？你对我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你本来就有高血压，加上甲醛中毒，
鼻黏膜血管脆弱，上火就流血。少抽点烟，少喝点酒，不然下次流的就不是鼻血。疼不疼？你亲一下就不疼。你是不是傻？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一个人去找陈海，你是想死吗？报警没用，陈海背后有人。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去。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怕你出事？好了好了，我这不是没事吗？你身上都是伤，这叫没事儿。皮外伤，睡一觉就好了。林北，你老实告诉我，你来江北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说过找你，还有呢？治好你爸。为什么？因为你师父让你来的，还是因为你另有目的？师父，这丫头好像真的挺在乎我，可是我不能告诉她全部真相，她会受不了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发布会现场。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莅临，共同见证今天这一重要。我必须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揭露一个事实：苏晴总裁身边这个所谓的神医林北，根本没有行医资格证。他没有上过任何医学院，没有任何职业资质，他是个骗子！苏总，这是真的吗？苏总，您是否知情？陈海，我这里有为生部门的查询记录，国家卫健委的官方网站，输入林北查无此。一个没有执照的人，在大巴上给人扎针，在办公室里给人看病，甚至给植物人做针灸，这是非法行医，这是犯罪！陈总，你说完了吗？怎么，你还想狡辩？我不狡辩，我确实没有行医资格证，但我有比资格证更重要的东西——真相。我确实没有行医资格证，但我有比资格证更重要的东西——真相。陈总的父亲陈国华，华成医药的创始人，10年前，他搞了一个非法药物试验，打着中成药的旗号，实际上是用含汞超中的草药给人治病，前后有80多人参与试验，其中12人汞中毒，3人死亡，1人变成植物人。这是真的？那个植物人就是苏晴的父亲。假的，这是伪造的，他没有证据。那你为什么流鼻血？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我爸跟省里的领导……你爸已经被省纪委带走了。今天上午的事儿，你不知道吗？不可能，不可能！各位媒体朋友，关于华成医药非法试验一事，苏氏集团会将全部证据移交给司法机关。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你到底是来治病的，还是来复仇的？都是。所以，从一开始，你接近我，就是因为我是苏国庆的女儿，就是因为我能帮你找到证据。不全是。那还有什么？治好你爸。他是当年唯一指证华成医药的证人，只有他醒来，才能还我师父清白。所以我来来回回，只是你复仇计划里的一颗棋子。苏晴，别过来，别过来！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真的只是来找我的。我以为你救我是因为你在乎。我在乎。在乎什么？在乎我能不能帮你翻案，
在乎你。我去找陈海，不是因为他是你爸的仇人，是因为他要害你。养生茶里的麝香，营养液里的乌头碱，都是冲着你来的。他想让你不能生育，想让你爸死在医院，这样苏氏集团群龙无首，他就能吞掉。所以你救我，是为了报仇？我救你，是因为我不想你死。林北，你对我有没有过一点真心？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苏晴，走。兄弟，你这一口气吹了4瓶了，到底怎么了？跟苏总吵架了？胖子，你说，如果一个人一开始接近你是为了别的事儿，但后来动真心了，算骗子吗？那得看什么事儿。杀人放火不行，救人治病可以。你救他多少次了？哮喘、失眠，他爸的命。他爸昏迷是因为陈海父子，我师父当年也是被陈远山害死的。我接近他，是想请他爸作证。这么复杂？他问我对他有真心吗？我没敢说，怕说出来就是承认利用他。你傻呀？你利用他什么了？你是害他了还是骗他钱了？你救他命，救他爸，还帮他查内鬼，这事儿放谁身上都得感激你。可他觉得动机不纯。我问你，你现在对他什么心思？想保护他。那就够了，喜欢就喜欢，藏着掖着人家怎么知道？你得去找他说清楚。胖子，我得走了。哎，串还没吃完呢。姐，你找我干嘛？我今晚还有局。苏泽，我问你，我办公室的养生茶是不是你送的？姐，你找我干嘛？我今晚还有局。苏泽，我问你，我办公室的养生茶是不是你送的？还有那个薰衣草枕头。是啊，怎么了？茶里有毒，枕头里的薰衣草是化学香精，你知不知道？不可能，那是陈海哥，是陈海给我的，是陈海给我的。他说是助眠的，他说你工作压力大需要调理。陈海，你什么时候跟他走的那么近？他请我吃饭，带我玩赛车，帮我搞定了一个债务。他说等我姐嫁给他，苏氏就是咱们家的了，以后共享荣华富贵。你智商呢？他害咱爸。不是，陈海哥说爸是意外啊。他说公司里有人要害咱爸，他一直在暗中保护咱们家。你被人当枪使了。他给的茶和香精是想让我精神恍惚。从明天开始，你给我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许去。我不，你管不了我。你整天泡在公司，什么时候管过我？陈海哥至少愿意陪我吃饭聊天。他是在利用你。那你也利用过我，让我去公司上班，就是为了把我拴在你眼皮面前。姐，你别装好人了，你的心里只有公司，只有你自己。
不是说让你走吗？我看到苏泽了，他状态不对。又想来查什么？查我弟弟是不是也被你师父牵连了？你弟弟被人利用了，陈海给他下了套，我来提醒你。不用你管。他已经跟陈海深度绑定了，陈海会让他做更出格的事儿。苏泽眼底发黄，手抖，坐立不安，他不是单纯的不懂事。那件事儿，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没回答，不是因为没有，是因为我怕说出来你会觉得我在骗你。我说有，你更觉得我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那你现在说。我知道你跟那个土狼族在一起，让他出来！姐，开门！就是你这个土包子，挑拨我和我姐的关系，给我打！林北，去死吧你！我的手！抓住了，快打他！捅他！你扎我一下，我扎你10下，我认血比你认路还准。捅他！你扎我一下，我扎你10下，我认血比你认路还准。要不要试试哪里最疼？妈的，跑！你每天要抽多少根烟？20根。你有严重的手抖，注意力不集中，嘴唇发紫。你是不是在疯狂的吸违禁品？你胡说什么？吸违禁品会损伤脊髓神经，导致神经倒置紊乱。你现在只是手抖，再吸3个月就站不起来了。半年后你会大小便失禁，一辈子坐轮椅。你愿意下半辈子在轮椅上过吗？眼底发黄是违禁物抽多了伤了肝，把袖子撸上去，给我看看。我从来没碰到过。蠢货，你以为陈海带你出去玩的时候没给你动过手脚？怎么可能？前3次解毒你自己熬，第4次开始我给你施针排毒。从现在起，姐，我帮你，但你必须配合我。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这2天还会失眠、盗汗，想吸的时候来找我，我打到你清醒。肚子好痛，像是刀在绞，是食物中毒，饭菜有问题。大家别慌，我已经叫了救护车。苏总，我怀疑是食堂食材有问题。最近林北不是在食堂熬过中药吗？我亲眼看见他在后厨熬药。你什么意思？林北的草药可能携带病菌，污染了食材，这是食品安全事故，必须查。我已经报告了市场监管局。查，我陪你查。我的药方每一位都有记录。这锅药渣不对，我熬的是甘草干姜汤，但这个汤里多了一味番夏叶。你自己加了什么，心里没数吗？
这是今早后厨进货的药材包，上面贴着供应商名称和生产日期，让市场监管局查。这批番香叶是谁采购的？什么时间进的后厨？这是今早后厨进货的药材包，上面贴着供应商名称和生产日期，让市场监管局查。这批番香叶是谁采购的？什么时间进的后厨？哎呀，这是证据啊！食物中毒的同事症状是剧烈腹泻加呕吐，这是番薄叶过量的典型表现。我熬的甘草干姜汤是温阳补中的，根本不可能导致腹泻。我不知道。那个塑料袋不是我的。你手机里应该有聊天记录。你今天早上6点10分给谁开了后厨的侧门？敢不敢让市场监管局调一下记录？陈海先生，陈海先生，请配合我们调查苏氏集团食堂下毒事件。你们有什么证据？这是商业对手的诬陷，我是苏氏集团多年的合作伙伴。这是今早的监控记录，你的司机共进出2次，第一次送番下叶，第2次确认厨师是否下药。转账记录也查了，你通过私人账户给厨师长转了5万块，备注写辛苦费。拍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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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了！各位记者，请见证，苏氏集团将以投毒罪和商业诽谤罪正式起诉陈海。陈先生不仅是商业竞争，更是蓄意伤害我公司员工。苏晴，你以为这就完了？你爸的事儿，你弟的事儿，咱们走着瞧。我背后的人你惹不起。这只是开始，他背后还有人。陈远山虽然入狱，但陈家资产早已转移，这张网还没完全撕破。请后退，不要影响执法。来，陈总说两句吧，陈总。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整个公司都会被舆论炸掉。这是我该做的。他动的是人命，我是医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什么问题？那天在我公寓，你没说完的。有，一开始没有，但后来有了，很早之前就有了。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半夜哮喘发作，我趴在你床边守了一夜，快到天亮的时候，你说梦话，手摸到我头发还揪了一下，疼得我醒了，但我没躲。谁摸你头发了？你编的。你还说了头发好软。不可能，我睡觉从来不说梦话。
小伙子，你看看我这膝盖，下雨天就疼，贴了多少膏药都不管用。风湿加湿，寒湿入骨，3副药就好，忌海鲜和啤酒。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石头妈，快让开！石头妈！哎呦！谁让你在这摆摊的？这一片是老子的地盘，交保护费了吗？兄弟，有话好说，咱们刚来不懂规矩，滚！谁跟你兄弟？你肝不好，你乱说什么？脸色蜡黄，额头发暗，眼白有黄斑。你每天早上嘴里发苦，刷牙会干呕，右上腹是不是经常隐痛？你每天至少半斤白酒，最近小便颜色像脓坨，如果不管，3年内肝硬化，5年后呕血而死。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是大夫，你的病我能治，3副药配合湿针，半个月见效，但得答应我2个条件，免了这条街所有摊位的保护费，再请我吃顿烧烤。你真能治？3副药不好不要钱，但我开的药你必须戒酒，滴酒不沾，做得到就来把脉。兄弟们，收家伙！从今天起，这摊位我照了，谁敢来找事儿，谁就是跟我刀疤过不去。我是医者，医生也医心。他喝酒是心里有事，帮他治好了，比打架有用。你怎么跟地痞混一起了？不是混，是让他们改邪归正。这位大哥肝硬化前期，答应戒酒了。大夫，我敬你一杯。以后在这条街有什么事儿，喊一声，兄弟全来。大哥，你给他下毒了？没有，我只是如实告诉他，再喝3个月必然肝腹水，再往后是肝癌。他怕死，怕死是好事，能配合治疗。你真是，连地痞都能被你收服。你来干嘛？现在11点了。路过，正好在这附近见客户。夜市离你家8公里，你见客户在烤串摊儿。嫂子真漂亮，大哥你真有福气。你让他们别乱叫。别叫嫂子，叫苏总。是嫂子。来来来，嫂子尝尝我的手艺，今天我请客。无聊。别闹，扎到可疼。林北，陈海被保释了，只关了72小时。我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保释金对他不是问题。他放话要搞垮苏氏，他名下有7个空壳公司，正在收购苏氏的散股。他还找人在网上造谣我虐待员工。需要我做什么？我需要一个办法保护你。你在食堂翻了监控，逼走了陈海，他现在最恨的人除了我就是你。
我不用保护，他打不过我。师母可是因为有你干嘛呢？但你师傅的遗物不能再被砸了。你那个出租屋，他随时可以找人去闹。我有一个商业提议，专业点说叫战略同盟，通俗点说假订婚。什么？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各界宣布你是我的未婚夫。这样陈海不敢轻易动你。你是苏氏集团合法的准家族成员，舆论上他也占不到便宜，反而会被认为是公报私仇。你是认真的？商业策略，我已经拟好了合作协议，为期6个月，期间你住在我的公寓，出入公司不受限。6个月内，若苏氏股价回升至陈海撤资前水平，协议自动终止，全程无任何实质性婚姻登记。这里是条款，你看一下。他说了这么一大堆，脸红成这样，还在装冷酷。好，我签。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第6条改一下，6个月后你要是想续约，提前1周通知我。续约？怎么可能？各位媒体朋友，今天请各位来是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我正式宣布，林北先生与我已经订婚，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的婚礼将在近期择吉日举行。苏总，林先生是什么身份？听说他是中医，但没有行医资格证，这是真的吗？没证不代表不会治病，你们谁有病，我现在就会可以看。你，对，那位拿摄像机的兄弟，颈椎不好，左肩膀是不是抬不起来？林北，苏总，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谁吹的谁？他救了我的命，用针灸。他还欠我1次诊费。诊费婚后清算。林先生，你和苏总的感情基础是什么？她漂亮，她有钱，她还对我很好。今天你在发布会上乱说什么？什么诊费？什么漂亮有钱？我说的是事实。算了，从现在起你得住我这里。为什么？做戏全套，狗仔会拍。你如果每天从出租屋来公司，明天就有头条说我们感情破裂。那我睡哪儿？你睡床，我睡沙发。你打地铺，地毯是新换的，比你那出租屋床垫干净。我先去睡了，你随意。这丫头连被子都提前洗好晒好了，什么都计划好了，就是不好意思说真心话。偷看我？我只是检查你有没有打呼噜。林北先生，请签收。谁寄的？
不知道，是3天前从清远县一个小镇寄出的。师傅，皆因服用了陈氏药厂的问题降压药。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师傅留给我的遗物。这是我爸，那个穿制服的是我爸。你爸当年是药监局稽查科的，他查到了陈远山的药厂用假药做人体试验，还没来得及上报，就出了车祸。所以，我爸不是意外，是陈远山害的。我师父是给中毒村民治病的医生，他手握完整证据链，找到了你爸，请求联合行动。陈远山知道后，为了灭口，买通护士在我师父的补药里下了慢性神经毒，同时，你爸的刹车也被动了手脚。林北，你为什么不早说？因为我不想让你卷入这些陈年旧案。你一个人撑着苏氏已经很苦了，可现在证据到了，必须让你知道。我要帮我爸翻案，也要帮你师父讨回公道。这件事不只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但陈远山势力很大，他虽然被判了经济犯罪，但非法试验和人命公案被压下来了。我们需要更多证据，最好有你爸的亲自证词。我爸就是最大的证人，等他醒来，一切都能水落石出。快了，明天第7次失真，如果一切顺利，他应该能醒。林北，不管结果如何，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真相。不要谢我，一开始接近你确实是为了查真相。你和苏伯伯是我师父遗愿的唯一突破口。但现在怎么了？现在我想保护你，不是为了真相，是为了你。晴儿，你瘦了好多。爸，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睡了1年多。你是林百草老哥的徒弟，你长得像他。你是来找我的，对不对？你快走，陈远山要杀你。伯伯，您别激动，陈远山已经被判刑了，他人现在在监狱里。不是陈远山，是他儿子陈海。陈海比陈远山更狠，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爸进监狱前把生意全交给他了，他不会放过你的。先生，您找谁？我爸说的你听到了。陈海不仅是商业对手，他还是杀人犯的儿子，他和他爸是一脉相承的。是，陈远山在监狱里还在有空指挥。我查到陈海名下的7个空壳公司，资金来源都是陈远山入狱前的暗账。你早就知道这些。我知道陈海父子的药厂害死过人，
我师父因此而死。我不确定的是，陈海是否直接参与了你爸的车祸。现在你爸亲口说了，所以你接近我，保护我，给我治病，在我公寓打地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师父沉冤得雪，为了让我爸醒来给你们作证。一开始是，那时候我只知道你是苏姬茶园的女儿，但后来没有后来，你就是利用我。我以为你对我有真心，原来全是为了报仇。你每天晚上打地铺，是怕我跑了不给你作证；你救我弟，是怕断了爸这条线索。你对我好，全是算计，全是假的。苏晴，你听我。滚啊！你这个骗子！你滚回山上去！我不要再看到你！他说的对，我确实利用了苏晴。不管后来有没有真心，那个动机已经脏了。师父说，医者不可有私心，我有。胖子，今晚我回去住。咋了？跟苏总吵架了？可能彻底结束了。我把他伤得太深了。你说实话了，你跟他解释啊，他知道你也是被害者。不必了，他需要时间，我也需要。晴儿，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哭了一夜。爸，没事儿，公司的事儿。别骗我！我听护士们说，你和林百草的徒弟闹翻了，你在走廊里吼他，整个楼都听见了。那个小伙子挺好的，他给我施针的时候手很稳，比很多老中医都稳。他要是有坏心，在我头上动点手脚，我还能醒吗？你不要因为爸的事儿迁怒他。爸，你不知道，他接近我就是为了让你醒来作证，我只是他的工具。晴儿，他师父被毒死了，23个村民吃假药烂了肝肾，他一家人几代行医，师门被灭。换了你，你会怎么做？他能救我的命，救你的命，这个过程他害过你吗？我活了这大半辈子，别的本事没有，看人还算准。苏总，不好了，苏泽被陈海绑架了。什么？什么时候？今天早上，苏泽出门买早餐，就再没回来。陈海说给他24小时考虑，不然，他说你就等着给苏泽收尸吧。报警？陈海说报警就撕票，他还点名要林北的医书，说里面有治高血压的秘方，还要你手里那份证据底片。林北不能在这个时候走。晴儿，去找那个小伙子，你弟的事儿，报警！陈海不敢在警察面前撕票，他是在吓唬你。苏总，还有，我打听过了，林医生今天中午的火车回清远县，说是给师傅扫墓。苏总，等等我给你拿鞋。开往清远县的班车即将检票，请乘客携带好行李到1号检票口检票。林北，
你怎么来了？我弟弟被陈海绑架了，你不能走。报警啊！陈海说报警就撕票，他强调要用你的医书换，特别是治高血压的那本脉学新鉴，还有我爸手里的证据底片。我去。我跟你一起。不行，太危险。陈海现在是被逼到墙角的人，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不是说他爸是杀人犯吗？那你更不能一个人去。你走了，谁给我治哮喘？谁给我爸施针？你哮喘3个月没犯过了，你爸醒了，后面休养就行。那我要是再犯呢？开往清远县的班车即将发车，请未检票的乘客抓紧时间检票。走吧，去救那个欠揍的小舅子。林北，昨天我在医院说的那些话是我冲动了，我爸跟我说了很多。你没说错，一开始我确实有私心。我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找到能扳倒陈远山的证人。我爸说，一个人动机不正，但做的事儿是对的，可以原谅。他说你师父是英雄，你也是。他还说你眼里有正念，你不是会害人的人。你爸太看得起我了。我不想你走，不是因为你能救我爸，是因为你走了，没人跟我吵架，没人把我的辣椒藏起来说是上火，没人半夜起来给我把被子盖好。你怎么知道我半夜给你盖被子？我没真睡着。小林，你过来，坐这儿。你师父的事儿我都知道。当年他收集了陈远山药厂非法试验的全部证据，23个村民血压药换成了淀粉片，其中有5个出现肝衰竭。你师父给他们免费治了2年，自己掏腰包买药。陈远山是怎么害我师父的？他买通了清源镇卫生院的一个护士。你师父那段时间每天熬夜整理材料，身体虚，在卫生院挂营养液。那个护士每次都在输液瓶里加微量神经毒素，剂量很小，1次2次查不出来，但累积了半年。最后你师父走路不稳，手抖，视力模糊，一个神医给病人把脉的时候手抖得像筛糠。他被逼得封针谢客，回了山里，半年后就去了。我呢，我查到了陈远山药厂的账目，假药成本只有真药的1/10，差价他全用来贿赂和洗钱。我还没来得及把举报材料递交省局，刹车就失灵了，车子冲下盘山公路，我在 ICU 躺了28天，然后昏迷到今天。爸，但我不后悔。小林，你师父也不后悔，我们做的事是对的，有些公道值得用命去换。伯伯，谢谢你，我替我师父谢你。不要谢，快起来。举报材料我藏在老家阁楼最里面的木箱夹层里，和我当年的结婚照放在一起。小林，你拿出来就能彻底扳倒陈家父子。加上你师父的证据，2条人命，23个受害者，够他们判到下了地狱也翻不了身。陈远山不是已经被判刑了吗？他被判的是行贿和偷税漏税，5年，
人命和假药的事儿全被压下来了，陈远山根本没倒，他在监狱里还享受着优待，陈家资产早就转到陈海手下了，必须把全部证据交给省厅，不能再走漏风声。苏总，陈海又来电话了，他说今晚10点在城西废弃工厂交易，带苏泽换证据原件。他还说要林医生一个人去。不行，这明显是陷阱。城西那个工厂废弃3年了，连监控都没有，他肯定会杀人灭口。去，我去。你疯了？他可能会杀你灭口。他不敢动我，他还要靠我的方子治病。陈海的高血压已经到了3期，连底血管都快堵死了。他上次被我识破投毒后，血压骤升，进过急诊。我查过他的住院记录，高压一度到过180。他的私人医生说，他的降压药效果越来越弱，他需要脉学新编里那个古方。小林，你要小心。陈家的人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陈海比他爸更疯。放心吧，伯伯，我会把苏泽白带回来。您刚醒，好好养着，别操心这些事儿。我跟你一起去。不行，陈海点名我一个人，你去了只会添乱。那你要是出事了怎么办？我怎么办？你带警察在外围接应，10点10分准时冲进来。我会把苏泽护在身后，不会让他受伤。林北，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还没跟你算摸头发的账，等我回来，我们慢慢算。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林北，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我？非要这时候问吗？还有半小时，陈海就要见到我了。我怕没机会问了。那天我在发布会说你是未婚夫的时候，心跳120，你听不出来吗？我喜欢你。从你半夜哮喘，我睡在你床边，你梦里摸了我头发，还揪了2根那晚开始。那晚我心想，这个姑娘睡着的时候比醒着可爱。后来发现醒着也可爱。你记错了，我没摸你头发。你还说了好软。我真的没有说梦话的习惯。你只是不知道自己会说梦话。等我回来，带你吃烧烤。上次你嘴角的辣椒油擦慢了，这次我给你带湿巾。你一定要回来，我等你。好。陈深选的地方够偏僻，2公里内没有人家，最适合做见不得光的事。一个人进来，如果你带第2个人，苏泽的手指头就会少1根。我一个人，苏泽呢2楼，你师傅的证据带来了吗？带了。一个人上来，别耍花招。
虎郎中，你还真敢来！我查过，这个工厂10年前出过人命，到现在还闹鬼。鬼有什么好怕的？活人比鬼可怕多了。嘴硬，东西呢？我师傅的全部证据，23份受害者血检报告、口供、陈远山药厂的照片，都在这里。底片呢？都在袋子里。先放人。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谈条件？老六，把他包抢了。我的手，我没知觉了。针灸麻药，3个小时自动解除。我认穴从不失手。你再动左手，左手也一样。你再动一下，我割他的喉！你敢吗？苏泽死了，你就没有谈判筹码。你今天来是为了拿证据销毁，不是为了杀人。我有什么不敢？你逼我到这一步，我什么都不怕。你不是什么都不怕，你怕血。你爸说你6岁那年摔破膝盖，哭了2个小时。12岁你妈切菜划到手，你当场晕过去。你怎么认识我妈？你妈张秀兰心脏病10年，当年是你爸药厂假药的第一批受害者。她吃了你爸厂的降压药，肝肾全坏，是我师傅林百草免费给她治了3年，续了7年命。她临终前托人带话给我师傅，让老大别看这老二的样，做个好人。你胡说！我妈明明是被庸医害死的。你爸对你说的。你爸还说什么是真话？你妈死的时候你在国外，他连葬礼都不让你回来参加。别跟我提我妈，都是因为你师傅多管闲事，我爸才会被调查，才会被关进去。你们林家欠我们陈家的。你爸为什么被关？非法试验害死的人。 23个村民吃了假降压药，5个肝衰竭，2个在去医院的路上走了。2个人啊，这不是多管闲事。少废话！把证据给我，现在！证据在这儿，你自己来拿。让你那个兄弟退后5步。 好，下楼。我的腿没知觉了。你以为能跑？外面全是我的人。你以为我只是来拿证据的？我今天来就是要把你和你师傅的徒弟全算清。算清？你算得清吗？2条人命，23个受害者，你爸坐牢是你自己爸造成的。 你今天绑架苏泽，持刀行凶，是你自己选的。苏晴，陈海，你的人已经被我请去喝茶了，里里外外6个，全被刀疤哥的兄弟扣在停车场。你真以为能在林氏地头动我的人？陈总，你的人真不够看。 我调我兄弟的时候就说了，今儿晚上谁敢动，先挨我一顿再说。陈海，你绑架我弟弟，砸我未婚夫的医馆，给员工下毒，派假医生进病房行刺。你觉得明天媒体会怎么写？你敢？我有什么不敢？苏氏集团法务部公函已经拟好了，证据全部封存在苏氏档案室。明天早上9点，全城媒体同步发布。陈氏药业股票 开盘就熔断，你以为这就完了？你以为扳倒我，苏氏就高枕无忧了？没完。但今天你输了，你爸不行，你也不行。追！小泽，你脸上全是血，他打你了。姐，他让我再吸违禁品，我不吸他就打我。他说我不帮他做事，就把爸的事故说成我害的。他疯了。 全是骗你的，别说了，先送你去处理伤口。对不起，姐，
以前是我太傻了，我再也不碰那东西了。你受伤了？皮外伤，就是刚才被刀被刮了一下，不碍事。每次问你都说皮外伤，上次挨棍子也说没事儿，结果肿了3天。你能不能别总逞强？小林，过来过来。我听晴儿说了，昨晚你救了苏泽，刀子上有毒，你还给他用嘴吸。伯伯，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师父教过我辨识蛇毒，也从小给我吃解毒草药，所以抗毒性比普通人强些。你知不知道吸蛇毒有多危险？口腔黏膜可以吸收毒素，当年你师父就反对用嘴吸球，你是他的徒弟，你也忘了吗？知道，但苏泽的伤口在锁骨附近，毒素扩散太快，用嘴吸是当时最快的办法。如果换师傅在，他也会吸，然后他会骂我，但会先吸。你小子，你师父一辈子嘴硬心软，教出来的徒弟一个德行。我欠你一条命。是苏晴安排的人手和刀疤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她是我女儿，她做是应该的。你不一样，你没有欠苏家什么。晴儿，你出去一下，我跟小林单独说几句话。小林，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老实回答我。您问，你对我女儿什么心思？别装，我看你俩的眼神。你帮她挡刀挡棍子，用嘴给她递吸蛇毒，这已经不是一个医生的本分了。我喜欢她，从给她治哮喘那晚开始就喜欢了。行，男人要主动。我当年追他妈花了3年零2个月。伯伯，我会努力的。我爸跟你说什么了？他说让我追你。他胡说八道！我爸昏迷了1年多，脑子不清爽。我觉得他说的对。苏晴，做我女朋友，不是假订婚那种，是真正的那种。你这人怎么突然说这个？你之前问我对你有没有真心，我那时候没说，后来在废弃工厂也没空说，现在说有。从你哮喘发作，我睡在你床边守夜那晚开始，就一直在。不说话就是默认了？谁默认了？我还要考虑考虑。我们现在有好多事儿要对付陈海，我爸刚醒，苏泽还要排毒，董事会一摊烂账。考虑多久？看你表现。这丫头，明明手在发抖，嘴巴还是硬。你又失败了。我给了你6个手下，一张展会入场券，苏晴的行程时间表，你还搞砸了。是那个土郎中，他次次坏我的事儿。我派去食堂投毒的时候，他在后厨熬药；我派人去医院行刺的时候，他守在病房；我绑苏泽的时候，他单枪匹马来我脸上扎针。你跟陈远山一样，你们父子都轻视对手。林北不是土郎中，他是林百草的关门徒弟。林百草当年藏了全部证据，他死了，证据没有消失，全传给了林北。那又怎样？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一个人扳倒了你父亲，
你父亲在牢里每个月给我写信，信中反复提一个名字林百草，第二个名字林北。你爸怕的人，你凭什么不怕？我不管过程，我给你最后一件事，把苏氏搞垮，把林北手里的证据全部拿回来，否则从他们最在乎的人下手，不是绑架，让他们看着在乎的人毁掉。苏泽，还是苏老头？全都要。你爸当年对林宝扯用慢性毒药分了37次，每次微量，让事儿看起来像他自己身体不好，这才是陈家的本事。你只会拿刀子雇流氓，丢你爸的脸。林百草，一师一徒都得死。爸、姐、林哥，我给你们带了排骨汤，我跟保姆阿姨学的。你别再惹事儿，别碰违禁品，就是最大的孝顺。我知道错了，我以前太傻了。林哥，谢谢你救我的命。以后长点心眼儿，别再跟陈海那种人有任何联系。我发誓，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全删了，连他以前带我去过的赛车场都拉黑了。苏正清老先生，今天下午加一个头颅复查，请跟我去放射科。昨天不是刚做过吗？王医生说1周1次就行。临时加的，主任看了昨天片子，发现有小面积缺血癖，需要排除脑梗风险。放射科哪位王医生？全名叫什么？王建国，新来的主任，你认识？王建国5年前就调走了，现在的放射科主任姓赵，你连主任的姓都没背熟，也敢来冒充医生？你不是医生。啊，爸！小泽，小泽，你又受伤了。就是划了一下，皮外伤。流这么多血还说皮外伤，你上次在林北面前也说皮外伤，结果毒血差点要了你的命。让开，我看一下。纸条是刚写的，墨水没干，我们住院信息泄露了。得手了吗？你的人没得手，他的刀划伤了一个20岁的孩子。林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能打？你能打几个？2个？3个？你今天挡了一个假医生，明天来的不10个，你永远不知道我的人什么时候会来。我不会猜你派几个人，我知道一件事就够了。你的高血压37，每天后脑勺胀痛，吃降压药已经不管用了，最多3个月，你会因为脑出血倒在某个地方。你保护得了他们一时，保护不了一世。我不急。我们要不要再换个病房，或者换家医院？没用，他知道我们的所有就诊记录，换医院，他的人也会换衣服。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彻底没能力作恶。小泽，上次你用背挡刀也是对着爸，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勇敢了？以前我太怂了，看到林哥一个人冲进工厂救我，我就想，以后不能给他丢脸。
他刚才说划伤就好，这不是普通的刀。苏泽之前被蛇毒刀割过，身体里还有余毒没排干净，这把刀上可能又是同样的东西。什么？又是蛇毒？不是蛇毒，是神经毒素，剂量不大，但会麻痹呼吸机。你救他，再救他一次。想把他扶到床上。林哥，我觉得胸口好紧，喘不上气。别说话，保持意识清醒，你不能闭眼。有没有7叶莲注射液或者解毒酶？有抗蛇毒血清，但是你说的神经毒药专用的解毒酶，我们药房没有。那就拿甘草和绿豆来，生甘草50克，绿豆100克，大火煮半小时。小泽，你听着，你还没毕业，还没交女朋友，还没跟我吵够架，你不能出事。姐，你以前给我买那双限量球鞋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个姐夫。毒素没有完全进入血液，刀上涂的是蛇毒改良剂，不是致死剂量，但会让他窒息昏迷。用嘴吸，你上次就是那么救他的。不行，这次是舒泽毒素改良版，混了别的成分，口腔吸收更快。但还有个办法。好苦，苦就对了。这药是我师傅留下的避毒丸，配了黄连和青木香，专解混合毒。吞下去，不许吐。你刚才说你想要个姐夫，下一句是什么？我那是气快喘不上来了，乱说的，童言无忌。你少来！你平时对我女儿什么态度？你爸我心里有数。你就是想要个姐夫。爸，你别说了。苏晴，你弟已经认我了，你不表态？认什么认？你再嘴硬，我就把这碗绿豆汤浇你头上。姐，你不能这样对恩人。你恩人是他还是我？还在查？这个人，他不是陈海，但他在指挥陈海。你怀疑陈海背后还有人？陈远山的资产能那么快转移到他儿子名下，需要复杂的离岸架构。陈海没那么高的智商。先别想这个了，小泽救回来了，陈海的2次暗杀都失败了，你受伤的手需要换药。你之前说你那晚守在我床边是因为喜欢我，那是真的吗？真的。你那晚哮喘发作，嘴唇发紫，指甲都青了。我给你做了针灸，你呼吸平稳之后，手一直揪着背垫不松开，我就把手伸过去让你握着，你握了一整夜。你怎么没提过？你自己不知道，你醒来就骂我干嘛睡你床边。我说你哮喘差点死人，你说就算是死也不要土郎中治。好了，我答应你了。答应什么？女朋友，不是假订婚那种。什么？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没听清。你聋啊！我说答应了。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林北中医馆今天开张，专治各种不服，
失眠、头痛、高血压、风湿骨痛、腰椎突，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你打算给店起什么名？该不会真叫专治不服中医馆吧？你猜对了，就是专治不服。你是开医馆，不是开武馆，这名字谁敢进？敢进的才有救。我师父说过，医不叩门，但有人来就是缘分。林医生威武，这名字太霸气了。林大夫，从今儿起，谁要是在你店里闹事儿，提我刀疤的名号，你救过我的肝，救过老六的手，全街坊都欠你人情。谢了，你和兄弟们以后有什么病找我，不收诊费。听见没？以后这条街不许收保护费，谁收我削谁。还行，比我预期好一点，就是简陋了些。又不是开医院，能看病就行。林大夫，我失眠3年了，什么安眠药都吃过，剂量越吃越大，现在不吃药根本睡不着，半夜2、3点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心肾不留，你的脉沉系数，心火旺，肾水亏，光吃安眠药没用，那不是治本，只是把你打晕。那怎么办？我给你开3副药：黄连、肉桂、酸枣石、茯神、焦太丸加减。另外，每晚睡觉前按揉手腕神门穴5分钟，7天后来复诊。7天整觉，能睡整觉，不好不要钱。真的，7天就行。嫂子，你看林哥的眼神都快把他吃了，给你多说过一年。谁是你嫂子？叫苏总。是嫂子。你真打算管每个病人都叫不好不要钱？不是每个人，我只对确实有把握治好的这么说，这是师傅教的，对未知保持敬畏。你师傅把你教的真好。你怎么了？今天一直在帮我整理药材，平时这些活你都嫌脏？没什么，就是觉得之前我说你是土郎中，太刻薄了。我本来就是土郎中，你不说我也是。怎么了？没事儿，可能是以前一个老病号。查这家医馆的水电线路。今天开了多少方子？27张，比我预期多，家访挺信任我的。林北！打住了！我手动不了了。是谁派你们来的？你怎么这么傻？除了这次，还有上次在工厂被刀背蹭的旧伤，你后背都快没一块好肉了。皮外伤，我自己开点活血化瘀的药就好，3七粉加白酒调敷，2天就能消。这还叫没事儿？你左肩那一下，如果力道再偏2寸就是颈椎，你下半辈子要坐轮椅了。他们的目标是教训我，不会是打死。陈海要的是我的医书和证据，他不敢直接要我的命，他还想让我给他治病。你觉得今天晚上这教训算轻的？算中等。你没发现吗？3个蒙面人没有一个带刀，全是棍子，这说明陈海只是让他们来打我，不是杀我。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你不会下山，不会得罪陈海，不会挨这2次打。你可以在山上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如果我没下山，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你中了陈海通过你弟送的慢性毒肠，你爸不会醒，苏泽还在西违禁品，最多半年就不良于行。苏氏集团被陈海夺走，这些跟我没下山哪个后果更重？我不许你再受伤。好。林大夫，这么早叫我来，不是给我复诊吧？你上次开的护肝药我吃了半个月，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帮我查一个人，陈海
陈氏药业的邵东家，陈远山的儿子。道上消息说这人心狠手辣，但自己不带人，全靠砸钱雇人干脏活，不好跟。他前天晚上派人在这条街上堵我，3个人棒球棍。第2次，我不能忍了。第3次在医馆门口3个医生偷袭你，3次。林大夫，你命真硬。这是定金，我跟你的兄弟说过，我免费看病，这钱不是诊费，是情报费。不用，你救过我的肝，救过老六的手，我道上的人欠人情是一定要还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拿着吧。弟兄们开车油钱、吃饭、人情、探路都得花，你不收，我找别人。3天，我路面上兄弟多，给我3天，我把陈海最近出入的地址全给你。还有一个，除了陈海的踪迹，帮我查一下陈远山入狱前还有没有别的合伙人。陈海不是这块料，他背后有人出谋划策。好，我会派兄弟去查。陈海在疯狂做空苏氏股票，他自己的15%股份已经质押了3轮，现在在外面收散户的票，拉低价格。他想干什么？如果苏氏股价跌到质押线，他的股会被银行平仓，他必须逼我低价回购，或者找其他资本接盘，让他套现走人。最坏的情况，如果股价破发，他手里还有大量认售期权，他会赚一笔快钱，苏氏则元气大伤。能不能不让他平仓？需要有人大量买入苏氏股票，把价格稳住。另外，董事会里几个老股东还摇摆不定。陈海在私下请他们吃饭，用陈氏药业的渠道合作做诱饵。这几个董事，你让我跟他们聊聊。你想用医术？不是收买，他们身上都有病，我要是治好了他们，他们欠我人情。商人欠医者人情，比窃钱难还。你这招挺阴的。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你居然还懂这个呢？可以啊，林北。苏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这位是林北，我的合作伙伴。张董，2型糖尿病15年了吧？你右脚拇指已经有溃疡预兆，晚上睡觉脚发凉，走多一点就抽筋。你怎么知道？我的体检报告是保密的。望诊，你的面色萎黄加灰，舌苔厚腻，这是脾虚湿困加血虚，手指尖发凉，夹处暗紫，说明外柔血管已经开始堵。我看了15年3家医院，顶级专家都看过。你一个小年轻，就凭看几眼说能治？3甲专家有用的话，你的脚为什么会这样？我开3个疗程，第1个疗程排湿化浊，第2个疗程活血通络，第3个疗程降糖固本。1个疗程15天，1个半月之内血糖降到正常范围，脚部溃疡前兆消退。你凭什么这么说？凭我师傅叫林百草，凭我治过的糖尿病烂足病人没有一个截肢的。你可以去外面打听，庆元街的陈老伯糖尿病18年，脚保住了，他现在每天能遛弯，问问他谁治的。你想要什么？下一次董事会投票支持我。各位，我提议今天重新选举董事长。苏董事长苏正清先生长期昏迷，公司由苏晴女士代管已经1年零3个月。苏氏股价跌了多少，大家有目共睹。我认为他缺乏管理集团公司的能力。我爸已经苏醒了，你如果有意见，可以来医院直接跟他谈。醒了又怎样？一位在病床上昏迷1年多的老人，现在能看财报，能批项目吗？我支持苏总。苏总代管期间，药品流通板块毛利率反而上升了3个点。股价最近承压，是因为有人在2级市场恶意做空。这件事儿在座的都心知肚明。我也支持苏总。苏总上个月独立拿下了2个新的医保定点医院合同，这是业绩。陈总，你最近在2级市场的操作已经引起证券监管部门的关注了吧？林北先生，你站在苏总后边，以什么身份？苏总的未婚夫上个月发布会上已经公布了，
那是我要问的第二点。苏总，你的未婚夫持有苏氏股份吗？按照公声章程，董事会会议非持股人员不得列席。林北是我的丈夫，按公司章程附件第11条第3款，直系亲属及配偶在涉及安全议题时有权列席。陈总，你的法律顾问没有帮你翻过章程吗？我就是来保护我未婚妻的，你可以当我不存在。投票吧。支持苏晴，张董；支持苏晴，李董；支持陈海，王董；支持苏晴，赵董；支持陈海，刘董；支持陈海。7票比3票，支持苏晴连任董事长。7票比3票，陈总，提案未通过。苏晴，拭目以待，苏氏集团未来仍有变数。你以为拉拢了张董和李董就赢了？苏氏15%的股权在我手里，我随时可以抛，把你们的市值打穿。你没那个胆儿，你要是敢抛，你的认沽期权立刻爆仓，你1分钱拿不到。说回你的病，你最近是不是每天都耳鸣，晚上后脑勺胀痛，疼到睡不着，闭上眼就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像敲鼓？这是高血压3期，脑血管开始痉挛的信号。你最近动怒的时候右眼会发黑，一次持续3、4秒，那是眼底动脉破裂的前兆。陈海，你要是肯求他，也许他还能救你一命。他有办法降你的血压。我宁可脑出血倒地，也绝不求他。你没机会后悔。脑干出血一旦发生，抢救窗口5分钟。5分钟之后，就算赶到大前提，最好的医生也只能保你一条命，但半边身子就不是你的，你考虑清楚。他最多还有3个月，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我才30岁，我怎么就……你又输了，董事会被7比3碾压，你雇的3个人被人家1根针全放倒。你连中医馆的招牌都没能砸掉。是那个土郎中用医术拉拢了张董和李董，他把张董15年的糖尿病稳住了，李董的失眠在他那儿吃了几副药就能睡着了。我的基本盘被几副中药瓦解了。你说过他什么病都看得出来，他看出你有病了吗？高血压3期，脑血管随时破裂，他对你说的。他说的不算，我可以找其他医生，省城不是只有他一个中医，我可以去国外看。国外也没用。你爸当年对林百草下慢性毒的时候，同样的手段。陈远山现在在监狱里，高血压3期，每天靠药物维持，父子一个病，你觉得是巧合吗？陈家的身体承受不住自己的恶意，病根在心里。我给了你1队手下，你林北一个人放倒了。我给了你苏晴的日程，你的医院行刺师失败了。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什么？3天后，苏晴去林市参加医药展。出省不在苏氏保安和刀疤街的那帮人覆盖范围内，在那里动手，用他换苏家手里所有证据。你不是说绑架没用吗？你说要让他们看着在乎的人毁掉。我没有耐心了，你也没有时间了。要么你3天后在林氏绑了苏晴，要么你一个人扛所有后果。你爸在牢里还有3年，你准备进去陪他吗？我真的不知道。再失败，你就永远也别联系我了。
3天后我要去林氏参加医药展，全国医药流通企业宴会在林氏国际会展中心。苏氏作为主要药品流通商之一，不出席不行。来回2天。我跟你去。中医馆上周才开业，你现在是坐堂大夫，你走了，那些失眠、风湿、高血压的病人怎么办？可以跟王胖子说停诊2天，生意可以缓一缓。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跟某人学的。林哥，陈海的人又来找我了，在清源街口堵我，说不帮他做事就废我一只手。他们说上次是划一刀，这次你现在在哪？我跑到一个同学家躲着，没敢回公寓。姐，我好怕，他们跟着我。把你同学家的地址发给我，别出门，把窗帘拉上，门反锁，谁敲门都别开。好的。陈海这是要让我们分兵。你去林氏参展那天，苏泽在清源街同时被堵，我们2个只能去一个。分头行动，我照常去林氏开医药展，你带刀疤脸的人去接应苏泽。不行，太危险。你在外省，苏氏保安鞭长莫及，陈海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你最脆弱的时候。我带小月和2个专属保镖，全程不下车，除了会场不进任何地方。我是怕这事儿从头到尾就是围点打援。苏泽被威胁的消息是他放出来的，目的就是把苏泽当成诱饵，把我们分开。这次的目标是你，你弟只是调虎离山的幌子。那就将计就计，我还按原计划去林氏，你暗地里跟着我，让刀疤鸭带人光明正大去保护苏泽。他们以为我被调开了防护层，其实真正的防护网在你那边。按计划行事。目标进场了，记住照片上的脸，黑色套裙，不要在外面动手，外面有保安。在展厅地区安全通道，那里监控死角，按计划行事。先生，打扰一下，您是哪个公司的？苏总，不要出声，我们老板想请你喝杯茶，你配合一下，不会受伤。你们是谁？别紧张，跟我们走安全通道，5分钟就结束。这是会场，到处都是目击者，你们胆子不小。人多才不容易引起注意，走吧，苏总。放开他！这婆娘抓人，快来人！你没事吧？没事儿。他拽了我几根头发。刀疤，地区安全通道3个，收到。怎么没带出来？人呢？陈总，别跑了，这条路前后都堵，跑的只会更丢人。你们这群收保护费的混蛋，让开！林北，又是你！你为什么阴魂不散？你输了，陈海。从你第一次给苏云下毒开始，就注定有这一天。
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爸在外面还有人，他不会放过你们。那个人的能力，一介草役根本无法想象。你说的那个人穿黑风衣，戴限量手表，是不是？他给你出谋划策，让你绑架行刺烧医馆，他自己不沾手，全用你当枪。你怎么？那天医院后门监控拍到他和贾医生接头，他以为陈远山坐牢了，影子就干净了。但我师父说过一句话：毒蛇藏得再好，蜕的皮也会留在石头上。林大夫，怎么处理？带他去苏氏集团的安保室，看好了，他最近血压太高，路上别刺激他。等我们的律师准备完文件，明天全程媒体发布会。陈氏药业在苏氏食堂投毒、绑架苏泽、安插贾医生行刺、联合假参展商在展会绑票，这些他一件一件都得自己扛。贾总，手轻点，这家伙快爆血管了。林北，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那就好好活着。做鬼太便宜你了。打人的时候像个土匪，现在又像个体贴人。我考上医学院过，后来退学了。实习第3天，看到老师收患者红包，第2天一早上山拜林百草。所以你回城里只当土郎中？师傅说无证不代表不会治病。经历这么多，你累吗？跟你的每一秒我都很幸福。其实你早就赢了，你把陈海逼到了绝路，我只是不想你受伤。那你得习惯，我是医生，这一辈子就是跟伤病血打交道。你知道我要问你什么？你之前求婚算是开玩笑，现在呢？你之前说是为了保护我假订婚，现在陈海完了，苏泽快好了，我爸醒了，你想说什么？你不懂我说什么吗？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只想给师傅讨个公道，现在又多了一样。他爸陈远山还在服刑，不会又翻出什么花样吧？陈远山是另一桩案子，非法试验下毒害林大夫师傅的案子，我们未就他本人的认罪书。两案虽然关联，但证据分开。只不过什么？陈远山在商界经营30年，他在牢里，不代表他的资源都在牢。我建议苏总近期加强苏氏集团高层的安保，还有林大夫的中医馆，地处老街。我知道了，小月，联系安保公司，明天开始中医馆晚上加2个巡夜。是，苏总。又头疼？你昨晚几点睡的？2点，看财报。不是头疼，就是觉得这事儿没完。陈海抓了，但每次我以为结束了，就又冒出新的麻烦。当然没完，他爸在外面的旧部还没浮出来，但我们会赢。你每次都觉得没完，最后都赢了，那是因为有人拿后背替我挡棍子。挡棍子不贵，一贴3七粉的事儿。你啪嗒啪嗒的嗑瓜子儿，故意的吧？哦，不好意思，我就是闲不住。你们这是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律师来了，你们一个个都跑不掉。那你告啊！你律师早来了，看了证据，劝你认罪，你自己不认。我爸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爸在外面的人，你们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你爸，他还在牢里绣花，送他的香囊还是我让人代购的。你要不要打给他问问？刀疤，先出去，我跟他说几句。行，有事叫我，别靠太近。他前天想咬我。来看我笑话，看我窝在这折叠床上胡子拉碴，被你未婚妻的保镖当狗看。不是，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什么机会？你爸在外面还有多少人？他们在策划什么？赵刚给我递过消息，但只说了陈远山的病，剩下的他闭口不谈。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你说我什么人？我不是你什么人。但你的高血压3期，每天早上后脑勺像被人用锤子敲，晚上平躺喘不上气，右眼发黑，越来越频繁。脑干出血，抢救窗口5分钟，
5分钟之后，神仙也保不住一命。我可以帮你治，让你活着进法庭，活着出来。我宁可死也不求。不治的话，最多半年。这话你在董事会上说过，但你现在不是求我，是做交易。你拿情报换我的医术，公平交易，不欠人钱。我爸最信任的人不是赵刚，赵刚只是台前跑腿的，幕后出主意安排路线的是一个叫乔先生的人。真名我不知道，只见过3次面，从来是黑风衣，曝光，不露脸。他什么来头？我爸还没做假药时，他就已经在医药行业了。我爸入狱后，离岸账户全由他转移，陈家钱一半在他手里。他在哪儿？不知道，但赵刚一定知道。他不联系我，都是赵刚转化。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因为我恨他，是他把我爸推到这条路上。我爸本来只是个开药厂的商人，是他让我爸用假药做人体试验，说能省钱，能翻倍利润。现在我爸在牢里快死了，他连探监都不去一次。谢谢。林北，我的病真的还能治吗？能。你如果把乔先生的所有线索写下来，我给你治。第一个疗程从明天开始。林哥，外面有人找，一个男的，穿西装，金边眼镜，看着挺正派的。正派的我有点不放心。谢谢。林北先生，久仰。我看过你在发布会上的录像，你面对镜头很稳。你是谁？免贵姓赵，单名一个刚字。陈远山先生是我多年的老上司。你想干什么？陈海刚被我们关了，你又来出头？别紧张，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要找麻烦，不会一个人走进你们的店。那你来干什么？陈远山的药上周才拿过。今天不谈药，谈笔生意。他说的生意，就是当年让陈远山做假药那种。苏总对我成见很深，但生意就是生意，能不能借一步说话？林大夫，首先我替陈海那混账给你和苏总道歉。绑架苏家弟弟太过了，是他年轻气盛，不听劝。不听劝，他派假医生捅我弟弟，刀上抹毒，这叫太过了，这是谋杀。所以他现在被你们关着，我一个字没替他说。但我今天来，是想替陈远山先生带句话。什么话？他人在里面，肝癌疼得他整宿睡不着，他想请你给他治病。作为交换，他让陈海不再找苏氏任何麻烦，把持有的苏氏剩余股份全部低价转让给苏晴女士。凭什么信你？你在他手下做了15年，替他处理过多少见不得光的事儿？15年，这15年我从没在台前露过脸。今天我来，就是代表陈先生来谈和解。你想怎么和？陈家退出苏氏，苏小姐成为第1大股东。陈海的事儿你们不起诉，陈远山的病你治，从此2家和解，各走各路。不可能，陈海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苏总，我劝你别急着说不可能。陈海是废了，但陈家在外面的资产、渠道、人情网络都还在。真要拼个鱼死网破，你们苏氏也扛不住全行业围广。我不是威胁你，我是告诉你事实。陈远山什么病？具体？肝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转移。监狱里的医生说基本没得治了。晚期肝癌不可能根治，我只能延长寿命，减轻疼痛。能延长多久？看个人体质和配合程度，全套中药加针灸，最多1年半到2年。他只想撑到陈海出来。我们不能替仇人续命。你知不知道他当年害了多少人？我知道
23例中毒，2个没了。但你也可以选择不知道，然后等着陈家剩下的力量慢慢吃掉苏氏。你弟弟在庆元街被堵那次只是警告，下一次不会是警告。你在威胁我？不是威胁，是商业谈判。你有医术，我们有资源。你如果肯合作，以后陈家的渠道可以帮你把中医馆开遍全省。你不肯，就走着瞧。3天内给我答复。3天后如果我收不到消息，就当你们选了另一条路。别撕，上面有地址，刀疤脸以后能用到。你难道想答应他？他害了你师傅，害了我爸，给他续命，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他说对了一点，陈家势力还在。如果我们硬碰硬，受伤的不止我们俩。苏泽、王胖子、刀疤脸中医馆的街坊，我们没有24小时防护。那也不能妥协，治病救人不是这么用的。我的医术是用来救人的，不管对方是谁，这是师傅教的。但我师傅也教过另一句话：先用医术把人救回来，再用证据把人送进去。什么意思？我给他治病的同时，就能拿到他的完整脉象、用药记录、他身体里残存的毒素数据，这些以后都可以作为非法试验的医学证据。治病是手段，查清楚他到底害了多少人，我不知道才是目的。让我想想，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以牙还牙。我爸昏迷前最后一句话是：别放过陈家任何人。我也不想替他治病，没给他扎一针，我心里都在想师傅被毒害时的样子。但师傅说，人可以恨，但不能被恨变成另一个人。3天了，苏总考虑好要选哪条路了？我们可以给陈远山治病，但不是无条件。这是条件，你看清楚。第1条，陈远山必须在这份东西上签字，一份公开的认罪书，承认他在上世纪90年代组织非法人体试验，承认他对林青草下了慢性神经毒药。认罪书原文我们会拟好，他一个字不能改，只能签字。公开道歉，等于陈氏药业彻底停摆。他本来就要死在牢里了，药厂还留着干什么？给陈海出狱后继续造假药吗？可以谈。第2条，陈海必须对绑架、投毒、故意伤害全部认罪。我们不住院外和解，不撤诉，他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赔偿受害者家属和苏氏集团的损失，具体金额让律师去核算。陈海认罪，判的不会轻。他现在高压180，眼底动脉已经裂过一次，怕死就好谈。第3条呢？第3条，陈家彻底退出医药行业，所有药厂、药店、批号、渠道，要么关闭，要么由苏氏按市场价平价收购，不能再让陈家的名字出现在任何药品上。第1条和第3条，我可以代表陈俊生答应，他人在里面，肝癌疼得他签字的力气还有。第2条，陈海的事，他毕竟是独立的成年人，他要为自己做的负责。还有第4条，请说。我要见陈远山，亲自见，当面诊脉，当面下针，中间不能有玻璃，不能有栏杆，让我碰到他的脉门。他在里面，见他不容易，需要特殊审批和安排，我不能保证房间里没有看管的。那是你的事儿，你能安排陈海在废弃工厂设埋伏，安排贾医生拿假胸牌进病房，就没道理安排不了我和陈远山面对面。我给你7天。7天，我尽量。苏总、林大夫，我替老陈谢谢你们，但有一句话我想提前说：陈远山如果死了，他背后的关系链不会全断。有些人你们还没见过，治病归治病，别太相信人性。你真的要去见陈远山？必须去。赵刚虽然替陈远山传话，但我不能只凭他一张嘴，我要亲口问陈炯山，当年他的慢性毒是从谁的渠道拿的？那种神经毒素需要专业的化学合成，陈炯山一个开药厂的，自己合成不了。如果他不肯说呢？那我就知道了一件事，他怕的比他恨的更大，他在替一个人扛。你打算怎么治他？用针用药减轻疼痛，延长生存时间，但肝癌晚期就是晚期，
做不到根治。我不会多给他一天不该有的寿命，也不会少给一天该有的。我怕你心软。不会的，对你的事心软就够了。油嘴滑舌，谁教你这么说话的？你看，你问我什么时候娶你，我想了1个星期。我什么时候问你这个了？那是随口一说。明天我给你换个方子，这印子2天就好。你就是那个小神医，林百草的徒弟。你害了我师傅，37次慢性神经毒素下在输液瓶里，他最后半年手抖的不能把脉，走路要拄拐。你师傅查我，带着一个药监局的苏稽查，2个人查了我3年。我只是商人，药厂养着300个工人，我不能让他砸了300人的饭碗。你用活人做降压药试验，23例中毒，5例肝衰竭，2例死亡，那不是砸饭碗，是拿人命填你的账本。那是临床试验，出了意外谁也不想。我当年赔了家属钱。你不是意外，是故意买通卫生院护士，把淀粉压成片当降压药，用100块不到的成本骗村民几千块。我师傅手里有你买护士的转账记录。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你的肝癌晚期，赵刚说你疼得整宿睡不着，你自己掂量，你还能撑多久？他们说你能治，能，但你要在3样东西上签字。第一，认罪书，承认非法试验和下毒；第二，受害者赔偿方案；第三，陈氏药业退出医药行业。我签了，公司和名声就全没了。你现在还有名声，你儿子绑架我未婚妻的弟弟上了全城头条，你签字至少算你最后做了一件人事。不签，我站起来就走，3分钟诊脉也不给。陈总，转移了。转移了，癌细胞已经到肺部，它咳血是肺转移的典型表现。再加上肝区宿水，再不治撑不过3个月。你真能让我不疼？能，但你要先签。从今天起，你不能跟外界有任何联系。赵刚，你听见了吗？听见。好，我现在给你扎3针，1针止痛，1针止吐，1针安神。今晚你能睡个整觉。真的不疼了？这是暂时的，以后赵刚会每周来我这里拿药，你自己煎，1天1副，不能断。好，还有一件事，你当年用来害我师傅的神经毒素是从谁手里拿的？你开药厂不生产毒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我不能，他的事儿我不能说。你会为此付出代价，不是法律的代价。你现在已经在付出代价，是良心的代价。你每次疼到睡不着的时候，想想我师傅最后被毁了的那双手，他是能摸出胎儿性别的脉，盲眼认学从不出错的神医，你让他最后半年拿不稳筷子。药会让赵刚送，你自己保重，但不是为了你。不了，我从小到大没碰过烟，师傅说伤肺。林大夫，他不敢说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是谁。我知道你不知道，但我会查出来。各位媒体朋友，今天苏氏集团有几件事要向全社会公布。苏总，请问这份认罪是陈远山本人签的吗？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是的，陈远山亲笔签名，并附有全程录像，承认11年前通过陈氏药业非法对村民做降压药人体试验，承认下毒谋害林百草。苏氏集团将代表受害者对陈远山及陈氏药业提起民事诉讼。苏总，陈远山患癌，林医生您会给他治病吗？会，他肝癌晚期，我做镇痛，延长存次治疗。为什么就害你师傅的人？这不是仇将阴报吗？我师傅教我医者仁心，见谁有生命危险都得救，治病和追责是两回事。药会开，他余生将在痛苦后悔中度过。林医生，您和苏总是未婚夫妻，会影响苏氏独立性吗？不会，林北是我私人健康顾问，不参与集团经营。他只管我睡没睡够，吃没吃好。对，内分泌也是我管，上月调了疗程。你能不能别在记者面前说内分泌、咖啡、睡觉的事儿？我说的是实话，你上月咖啡因过量，手抖3天。实话也不能说，人家写未婚夫管内分泌，那又不算负面，顶多算过日子。晚上去我爸那儿，苏泽出院了，在家做菜。苏泽能下活？他戒违禁品了，天天学做饭，说报答你。那我得去。你爸排骨汤是他煮的？那是我煮的。你刚才说漏了。疼。踩人者心虚，你问过涌泉穴？坐坐坐，大家都坐。小林，你上次救苏泽的事儿，还有后来帮他戒违禁品的事儿，我嘴笨就不多说了。今天这顿饭是苏泽做的，你尝尝。姐教我切的菜，我学了3个星期，味道不错，就是酱油多了点。你下次先放1半酱油，尝尝再放。好，记下了。小林，你跟晴儿在一起，我不反对，你是个正常人。我醒过来的第1天就知道，但有几句话，当爹的要先说清楚。我请讲。第一，对她好。她从小没妈，我身体又不好，在公司里扛了太多硬，心里软。你惹她生气，她顶多吼你2句，但如果她真的安静了，那才是出问题了。我记住了。第二，你们的婚事，我不是催婚的老古董，但你们这假订婚已经满城都知道了，别拖太久。你给我个大概时间。爸，这是吃饭又不是开董事会。大概时间，等他调理完。最近他把咖啡戒了，睡眠恢复了70%，再有2个月，内分泌指标能全部回正，到时候他想什么时候都得。你什么是他想什么时候都得啊？好。第三，按咱这边规矩，真订了婚，你得改口。改口？对，别叫伯伯了，试试叫爸。你给我个大概时间。爸，这是吃饭又不是开董事会。大概时间，等他调理完。最近他把咖啡戒了，睡眠恢复了70%，再有2个月，内分泌指标能全部回正，到时候他想什么时候都得。你什么是他想什么时候都得啊？好。第三，按咱这边规矩，真订了婚，你得改口。改口？对，别叫伯伯了，试试叫爸。爸，这道红烧肉确实好吃。叫了，林哥敬酒，来。爸，我会照顾好苏晴的。我把师傅的遗愿完成，把苏家被陈家坑害的事平了，然后我就安心做2件事：开医馆，照顾你女儿。好，敬你这句。你师父林百草当年是我搭档，他没看错徒弟，我也没看错人。你们这是干嘛？还没结婚呢？迟早的事儿。姐，你俩在发布会后台的照片我存了。我爸就这样，憋1年的话全在今晚说了，你别有压力。没有，只是想起我师傅了。你师傅什么样的人？凶吗？凶。我8岁上清远山，第1天扎合谷穴，扎偏了半寸，他让我把手伸出来打9手心10戒尺，打完递给我1碗绿豆汤，说是败火的。打完还给绿豆汤？他永远这样，罚完你再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罚。你想他吗？每天都想，特别是遇到拿不准的病，脑子里第一个声音永远是：
8岁的林北，你再给我把一遍，寸口脉浮曲是什么，辰曲是什么？你到现在还在听他训你？一辈子都听。林北，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下山，替我谢你师傅，他把你教得很好。28、29、30，林哥，你后背伤刚好，就别这么猛。上次挨2棍，肿了3天。不练不行。上次在工厂我一脚踹老六膝盖，如果腿力够，他根本不需要第2脚就起不来。刀疤哥，你怎么了？林大夫，肝又疼了，这次比上次疼得早，疼得深，一抽一抽的。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就喝了一点儿。前天兄弟闺女满月，我当干爹的能不喝杯喜酒？你上次斩安北多少？120，我让你滴酒不言6个月。我错了，斩安北又高了，肝区扣痛明显。刀疤，你再喝一次，哪怕是啤酒，我都不治了。你找别人。趴下，我给你扎肝腧、胆入、阳陵泉。不喝了，我给你立字据。不用字据，你以前是收保护费的，你知道言而无信的下场。今天针感会强一点，忍着。你扎的针比我当年挨的刀还疼。疼才能记住，记住了才能管住嘴，管住嘴才能活着看你闺女出嫁。我没闺女，那是兄弟的。那就活着喝她嫁人的酒，到时候我给你拆药茶护肝。给你带的饭，我爸让煮的排骨汤，放枸杞和当归了。你煮的？我爸在旁边指导的。这就对了。当归是最后放的，你爸不会这个顺序，这顺序是你自己想的。你到底喝不喝？你今天是来找我的，还是正好路过？赵刚下午3点要来拿陈远山的药，他说你在电话里让他多带一份病历复印件。我想你在搞什么？我让他提供陈远山入狱前5年到现在的全部体检记录，我要对照他的脉象，找出他身体里神经毒素沉积的痕迹，和我师父当年的中毒体征做交叉对比。那有什么用？如果能证明陈远山体内的神经毒素和我师父当年中被下的毒是同源同成分，那就说明陈远山当年自己的药厂也在生产这批毒，或者从同一个渠道拿货。不管哪个，都能把他背后那条线扯出来。你这人……你们聊，我针还扎着，能不能别这么严肃，讲点开心的行不？行，苏晴今天煮了排骨汤，比上次没下毒之前煮的好了。你这算夸人吗？算，绝对是。他夸你进步。林大夫，我膝盖又疼了，上下楼得抓着扶手一步一步挪。去医院拍片说是骨刺，吃药贴膏都不管用。李奶奶，您坐下，来把裤腿卷上去，我看。骨性关节炎、关节液溃发、骨刺只是表症，根本问题是肝肾亏虚导致的关节润滑不足。我给您扎4针，内外吸吮阳陵泉、海棠，再开7副热敷药，用艾叶、透骨草、生筋草炒热敷膝盖。李奶奶，我先给你开些药。林大夫，这么多药，要不少钱吧？我退休金不多。不收钱啊？我说免费，免诊费，免药费。他的病历我记在苏氏医疗公益基金名下。姑娘，你菩萨心肠，你贵姓？我姓苏，是这里包药的。您下次来直接找我，不用挂号。您慢点啊。哎。苏氏医疗公益基金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刚才口头成立的，明天我让小月拟正式文件。你这人嘴硬心软，当总裁可惜了，应该当大夫。我不给人扎针，我只负责出钱。林大夫，陈总的药吃完了，我来拿新的。另外，这份是他入狱前的全部体检复印件。他的百精甲氨随5年前就偏高，
3年前开始有腹水前兆，这里2年前的报告钾蛋白明显异常，他当时就该去查肝癌。他那时候忙着转移资产，没管身体。他忙的是把非法试验赚的钱洗干净，这笔账全写在他肝上。你们陈氏药业的假药害了别人，也害了老板自己。林大夫，你这医馆不赚钱吧？老街居民、街坊邻居一大半，你收个仨瓜俩枣，够吃就行。我一个人睡枕桌上都可以。我不是来闲聊的，我有个商业提议。你不是一直想推广中医吗？我可以出资，你出技术，我出资本。3年是在全省开30家连锁，专治不服中医馆分靠。药品供应链我帮你打通，你只管坐诊看病。不用。为什么？你的钱不干净。陈远山的非法试验，我师傅的毒药，苏正清的刹车，这一条线上染的钱，30年洗也洗不干净。林大夫，你这话伤人。你给陈远山做了15年，你负责帮他摆平事故，安抚家属，买通证据，这些事情陈远山身上的癌细胞记得住，你的手也记得住。15年，我25岁跟着他，那年代不进体制就是进企业。他给我第一份差事，处理清远县一个吃了钾降压药肝衰竭的村民家属。那女孩才4岁，我给他妈送了10万块钱让她签和解协议。后来那户人家搬走了，我再也没打听到她的下落。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现在想洗白。15年，我25岁跟着他，那年代不进体制就是进企业。他给我第一份差事，处理清远县一个吃了钾降压药肝衰竭的村民家属。那女孩才4岁，我给他妈送了10万块钱让她签和解协议。后来那户人家搬走了，我再也没打听到她的下落。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现在想洗白。人总不能一辈子替人擦鞋。那你就做一个正常的投资人，去找正常的企业，干净的赛道。我这家医馆不姓陈，也不姓赵。这是陈远山未来3周的药，用完了我不再加量。他如果扛不住，那是天意。肝癌晚期，金罗大仙也救不了。我只给他延时间，不给他续命。你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彻底治好他？我当然想治好他，但肝癌晚期无法治愈。这不是我原不原谅他的问题，是科学问题。我能给的是让他最后这段时间不那么疼。林北，你有没有想过，你所有的麻烦根源其实不是陈远山？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个叫乔先生的人，陈海提过，你直接告诉我，乔先生是谁？我不能说，你可以把我当成坏人，但我也是有底线的人。我的底线是活着。林大夫，我劝你一句，陈远山签字认罪了，陈家倒了，够了，别再往下查。往下查，你碰到的就不是陈海这种拿棍子拿刀的，是另一套规则。怎么了？赵刚来拿药了。他还想投资中医馆，我说不。我问他乔先生是谁，他不肯说。那你要查？走之前给了我一个忠告，别再往下查。你怕了？不是怕，是更确定了。陈远山这条线不是尽头，陈远山只是个药厂老板，他合成不了神经毒素，他后面有一个懂医学、懂药理、懂怎么让人慢慢死的人。到底？不一定，不是不敢查，是怕查的过程中把你和你爸苏泽卷进来。这次陈家反扑已经够凶险了，下次如果是乔先生亲自下场，那你教我怎么用针？什么？我跟你学针灸，不是要当医生，是要学防身。你教我用针扎合谷、扎曲池、扎虎口，下次再有人对我动手，我能自己给自己争取5秒钟。合谷穴，虎口上方第1、2掌骨之间，你握拳最高的那个肌肉隆起处就是这儿。